5年前，我以为女人的归宿是嫁个好男人，我不顾一切选择远嫁他乡，最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现在我成了最有名的绣庄老板，明白了女人最好的归宿，从来都是自己挣来的。告诉你，王向前，这个事儿你必须听我的，离婚！陈红英嫁过来，生完妞妞就再也没动静了。咱们王家3代单传啊，到你这辈儿不能就这样算了。妈，红英她也不想的。再说这生男生女也不是她能决定的。不是她决定的，难道是我决定的？人家隔壁老李家的媳妇儿2年抱俩，我今年56了，身子一天不如一天，就想活着抱抱大孙子，我有错吗？妈妈，前姐你王姨都跟我搭好线了，邻村的红梅，男人前年没了，带着个儿子，身板结实。人家说了，嫁过来保证再给你生个大胖小子，彩礼我都打听好了，800块，咱家出得起。妈，我跟红英感情好好的，离什么婚？感情好能当饭吃。儿子，街坊邻居背后怎么笑话咱们，你听不到啊？我出门都抬不起头，我辛辛苦苦供你进厂当工人，不是让你断了王家香火的，你就听妈的吧啊！你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行不行？不用想了，大不了我们每个月给红英寄点钱，也算仁至义尽了。过了年就去办手续，红梅那边我都跟人家说好了，人家就等你一句话。红英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妈，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听见就听见，怎么我说错了吗？嫁过来3年就生个丫头片子，肚子再也没动静。我们王家娶媳妇儿是用来传宗接代的，不是养闲人的。妈，陈红英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，这个家你待不下去了。我已经给向前找好下家了，人家要给向前生儿子，你识相点，就主动跟向前离婚，带着你的女儿回你老家去，咱们好聚好散。王向前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红英，我妈她……我问你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红英，要不我们先分开段时间，等我妈消消气儿。不用了，离婚吧。红英，我说离婚，妞妞归我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明天就去办手续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可别后悔。后悔？这个家我早就待够了。王向前，你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追我的吗？那时候我是整个绣坊手艺最好的绣娘，多少人家上门求亲我都没答应，是你追了我整整1年，天天守在绣坊门口，下雨给我送伞，天热给我送冰，当着我父母哥哥的面下跪发誓，说这辈子一定会对我好，绝不会让我受半点委屈。我爸妈不让我远嫁，说人生地不熟，怕我被人欺负。我哥把我锁在家里不让我出来，说要是我敢跟你走就打断我的腿。可我呢，我偷偷拿了户口本跑出来，我跟他们说向前一定会对我好的。我为了你放弃了一切，放弃了我修了10几年的手艺，跟着你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。我以为我嫁给了爱情，我以为我找到了一辈子的依靠，没想到才3年你就让我落到今天这个下场。你妈逼着我们离婚，要给你找别的女人，你连一句维护我的话都不敢说。王向前，你当初的誓言呢？你说过要一辈子对我好的。红英，红英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等我妈消气儿了，我就去接你回来。不用了，王向前，我们之间结束了。以前我以为爱情能当饭吃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不能。你妈说的对，我配不上你们王家。不是的，红英，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和妞妞，但你也没有护着我们。3年前我生妞妞的时候，你妈指着我鼻子骂你没护着我。这3年，你妈天天给我脸色看，指桑骂槐，你没护着我。现在你妈让你跟我离婚，还是没护着我。王向前，我对你已经彻底死心了。
明天早上8点，我们去办手续。办完手续，我带着妞妞回我家。你想她了，自己来看她。妞妞乖，吃饼干。姑娘，吃点吧，看你冻的。谢谢大娘。怎么一个人带着孩子啊？孩子爸爸呢？没有爸爸。没事的，妞妞，妈妈在。妈妈不哭，妞妞听话。妞妞乖，妈妈没事儿。怎么瘦成这样了啊？你拍电报就说要回来，也不说清楚是咋回事。我和你爸连着2宿都没睡踏实，是不是在那边受委屈了？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？向前呢？他没跟你一起回来过年？这就是妞妞吧？都长这么大了，我的乖孙女，路上遭老罪了吧？妞妞不怕，这是外婆，这是外公，这是舅舅，都是妈妈的亲人，也是妞妞的亲人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外头冷，有什么话咱们回家再说。妞妞，我是舅舅，以后舅舅保护你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舅舅打他。快吃，看你们娘儿俩瘦的，这3年都没吃过一顿饱饭吧？那个老陈婆肯定没给你们好脸色看。外婆做的饭好吃。我外甥女真漂亮，跟我妹小时候一模一样。以后谁敢说她，我跟谁拼命。红英，回来就安心住着，家里有吃有喝，养得起你们母女。那个婚离了就离了，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。以后好好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就是，当初我就说不让你嫁，你不听，现在知道了吧？哟，红衣回来了，怎么带着孩子回来的？你男人呢？王姐，我妹回自己家，还非得跟别人一起回来吗？哎呀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这不关心嘛。哎呦，你们知道吗？陈家那女儿离婚了，带着个孩子被婆家赶回来了，真是丢人哦。谁在背后嚼舌根？我妹妹离婚怎么了？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？再让我听见谁胡说八道，我撕烂他的嘴！红英，你这手艺可一点都没丢，还是这么好。好久没绣了，手生了。生什么生？比镇上绣坊里那些绣娘绣的好多了。红英，你这手艺可不能浪费了。确实修得好。现在改革开放了，政策好了，允许个体户做生意了。镇上老街那边好多人都开了小店，生意都不错。对呀，妹，你绣得好，你舅舅他不如开个绣品店。开绣品店，我行吗？怎么不行？我看行，店面哥帮你找，本钱哥给你出，你就只管绣你的花就行。千里之外的北方机械厂宿舍，王家赶走陈红英母女出门后，红梅，新媳妇吃饭了。我在娘家从来都是我妈把饭端到床前的，你们家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为了我的大孙子，把碗筷收拾了。我在娘家从来没洗过碗，我嫁给你们王家是来当少奶奶的，还想让我给你生大孙子吗？我怎么了？当初是你们求我进门的，怎么娶进来就想让我干活，门都没有？想起红英当初的付出，她只当是理所当然，现在才明白，那不是本分，是人家的心甘情愿。我不活了！你这是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快下来！你上吊啊，赶紧的！你没了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，我还巴不得你赶紧没呢。恭喜
喜恭喜恭喜啊，红英啊，你这绣品可真漂亮！以后我们家嫁女儿就来你这里订绣品啊！红英真是出息了，靠自己的手艺吃饭。开什么绣品店哦？现在谁还买手工绣的？机器绣的又便宜又快，我看啊，不出3个月就得关门。一个离婚带着孩子的女人能有什么本事？还不是靠家里贴钱。我看就是一时新鲜，过不了多久就得倒闭。太贵了。机器绣的才2块钱，你这要5块，就是抢钱啊，心还挺黑。大姐，我这是纯手工绣的，一方手帕要绣整整3天，针脚都是一针一针绣出来的，跟机器绣的不一样。妹，要不我们降降价，便宜点，先把人气拉起来再说。不行，我的手艺值这个价，好东西自然有识货的人买。红英，不然我们先接点零活，给人家补补衣服、绣个花什么的，赚点小钱再说。妈，我开这个店不是为了赚点小钱的，我要做就做最好的。我不能输，我输不起。我不仅要养活女儿，还要证明给所有人看，离婚女人带着孩子一样能活得很好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哟，这是谁呀？这不是我们陈家嫁去北方的大小姐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嫂子，你回来了。别叫我嫂子，我可担不起。我听说你离婚了啊，带着个拖油瓶被婆家赶回来了。赵美琴，你说什么呢？那是我妹妹，什么拖油瓶？那是我外甥女。我说错了吗？当初哭着喊着要远嫁，说什么嫁去北方当工人家属，风光的不得了。现在怎么着，还不是被人休了，回来吃白饭？你闭嘴！我凭什么闭嘴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有我没他。一个离婚女人带着个孩子住在娘家，像什么样子？传出去丢不丢人？以后我还怎么回娘家？美琴回来了。美琴，你少说2句。红英遇人不淑，在家里住一段时间过渡一下。住多久？妈，你说的轻巧，这家里吃的喝的哪样不是钱？多2个人，多2张嘴，以后魏国的工资都拿来养他们娘俩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以后怎么过日子？我肚子里以后怀了孩子，拿什么养？我不用你们养，我自己有手艺，我能赚钱养活我和妞妞。哟，还挺有骨气，手艺绣个花能赚几个钱？我告诉你，陈红英，别在这说大话。这个家是我和陈建国的家，你凭什么住在这里？这也是我的家，我住在这里天经地义。哈哈，天经地义！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外人，哪有离婚了回娘家啃老的？我告诉你，要么你赶紧找个人嫁了，要么你就搬出去住，别在这个家里碍眼。赵美瑜，你太过分了！不就是因为我妹妹当初没嫁给你介绍的人，让你丢了面子吗？这是我妹妹，只要我在这个家1天，就没人敢赶她走。你要是看不惯，你就先回娘家去住一段时间。陈卫国，你敢赶我走？我怎么嫁给你这么个没良心的？为了个离婚的妹妹，你就要赶我走？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啊！吵什么吵？爸，你回来了，你给评评理。红英离婚带着孩子回来住在家里，这像话吗？以后邻居们说话，我们陈家的脸往哪搁啊？我的女儿，我想让她住多久就住多久，陈家的脸也不会因为这个丢了。这个家还是我当家。美琴，红英是我女儿，妞妞是我孙女，在他们最难的时候，你想要我给他们赶出去吗？嫂子，你放心，从下个月开始，我会给家里上交生活费。您好，想看点什么绣品？这双面绣是你绣的？是我绣的。针法手法用的都地道，猫毛的丝理也顺，难得。我叫李明远，苏州做丝绸生意的，跑了周边3个镇子，你这手艺是我见过最好的。柜上这18方手拜、6件绣花旗袍、3幅牡丹挂屏，我全包了。另外，我订30架双面绣屏风，50件绣品嫁衣，料子我之后发过来，工费你尽管开。现货合计912，定制货品3成定金是1680，总共2592。定金和现货钱一起付，多的算定金。2个月后我来提货，没问题吧？李老板放心，
我肯定按时按质交货，绝不让您失望。我信得过你的手艺。我的天，一出手2000多，这是多大的老板啊！人家是外地来的大丝绸商，专门慕名来找红英的。之前还有人说这店撑不过3个月，我看啊，人家马上就要把生意做到大城市去了。2张嘴，开销比还涨了一层。哟，陈老板回来啦！今天店里开了张没有啊？我早说手工绣品没人买，你偏不信。这天天往里搭房租，家里那点积蓄可经不起耗。我这肚子里说不定还怀着陈家的种，以后生孩子养孩子哪样不用钱？赵美君，你有完没完？我说的不是实话。当初嫁过来的时候，我爸还说陈家日子安稳，现在倒好，平白多2个人吃白饭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嫂子，这里面有700块，500块是我和妞妞半年来的生活费，家里开销大，以后我按时交。另外200给家里添台蝴蝶牌缝纫机，再给你买点补身子的东西。这怎么这么多？今天来的丝绸商订了一大批货，定金都付了，以后长期合作，订单都排到下个月了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我就说我妹厉害，看以后谁还敢说闲话。红英啊，你看你这一天站店里忙的，快坐下歇歇。都怪嫂子之前目光短浅，瞎担心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妞妞呢？我的乖妞妞，快出来！舅妈下午特意给你留了桂花糖糕，甜着呢。红英啊，以后店里订单多了，肯定忙不过来吧？你要是信得过嫂子，我下班就过去帮你搭把手，理货、记账都行。我在供销社管过账，仔细着呢。红英啊，多吃点这个，补身子。妞妞也吃，这个最有营养啦。女人的底气从来都是自己给的，手里有手艺，口袋里有钱，走到哪里都能挺直腰杆。天天灌，天天灌，苦得我直犯恶心。生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王向前天天在厂里耗到半夜，回家倒头就睡，我自己能生出来？是，怪他，回头我就说他去。等你怀上了，妈立刻给你买那件你看上的藏青呢子大衣，再打个足银的镯子。你放心，只要给我们王家添个大孙子，以后这个家你说了算。张婶儿，不好了，向前在车间被机床砸了，人已经送医院抢救了。性命保住了，外伤也都处理好了，但下腹受了重创，生殖系统损伤严重，以后基本丧失生育能力，家属做好心理准备。不可能，我儿子怎么会不能生？我们王家的根不能断啊！医生，您是说他以后彻底没法生孩子了？临床上基本是这样。妈，既然向前都这样了，这日子我看也没必要过了。我嫁过来是奔着成家生孩子的，现在他连孩子都生不了，我总不能年纪轻轻守着个废人耗一辈子吧？你说什么？我们家花1000块彩礼娶你进门，你说走就走？怎么？我过门才半年，天天喝药调理身子，我还没跟你要损失费呢。等王向逢醒了，把离婚协议准备好，我明天就回娘家。不行，我得去给红英赔罪，我得去把他们娘俩接回来，那是我老王家唯一的血脉了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家不欢迎你，赶紧走，别在这儿影响我妹做生意。魏国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来看看红英，看看妞妞，我对不起他们娘俩，想来接他们回去。你凭什么接他们回去？当初我妹妹带着孩子大冬天被你们赶出家门，你现在想来接他们回去？怎么家里变天了啊？你怎么来了？红英，妈知道错了，妈之前鬼迷心窍了，向前也很想你跟妞妞，妈对不起你，你跟妈回去吧，妈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。您先别激动，让人看着笑话。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不恨你，
也没什么可计较的。从我踏出你们王家大门的那一刻起，我跟妞妞就不会再回去。陈红英，我低三下四给你道歉，你还端上架子了。你不跟我回去没关系，妞妞必须跟我走，那是我们王家的种，是我们老王家唯一的血脉，凭什么留在你一个外姓人手里？你放屁！妞妞是我妹的女儿，跟你们王家有屁关系？当年是谁说赔钱货王家不要，赶着把人娘俩赶出门的？现在想起有孙女了，晚了。王家的血脉，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当年腊月27，雪下的没洗改，你亲口说王家不要这个丫头，让我带着她滚。那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这是王家的血脉？不会是你儿子出什么意外了，王家断了后，你想起还有妞妞这么个孙女了吧？妞妞从生下来就是我自己带大的，你们王家没给她换过一块耐布，没给她买过一口吃的，没尽过一天长辈的本分。今天你敢踏进我店里一步，敢碰妞妞一根手指头，我立刻就去报案。你可以试试，是你的老脸值钱，还是规矩管用？妞妞是我的女儿，我会教她读书识字，教她明辨是非，让她开开心心的长大。至于血缘，妞妞永远是王家的孙女，这一点谁也改不了。我不会教她恨谁，也不会跟她讲上一辈的是非，但她现在还小，生活得很安稳，我不希望任何人任何事打乱她的成长。她长大了，要是想知道爸爸是谁，奶奶是谁，我会原原本本告诉她。到时候她愿不愿见你，认不认你，都由她自己决定，我不拦着。什么东西？早干嘛去了？妹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以后再敢来，哥打断他的腿。李老板怎么今天过来了？事先也没捎个信。刚从苏州码头过来，新到了一批特级桑蚕丝线，想着你这批双面绣正要用上，就顺路送过来。另外带了点老字号的云片糕，给妞妞当零嘴。妞妞，李叔叔给你带好吃的啦，去吧，谢谢李叔叔。谢谢李叔叔。上次见你绣猫，丝收笋的堪称一绝，没想到花卉也绣得这么有灵气。这玉兰花的晕色过度，比绣房里做了几十年的老师傅还见功夫。好久没专心绣花卉了，手生让李老见笑了。正好今天过来，还有件事跟你说。上次交的那批货，外贸公司送到广交会展出，反响特别好，好多微商点名要你绣的双面绣。后续还有一笔更大的订单，我跟对方谈了，工费在原先的基础上再涨2成。这怎么行？原先的工费已经很公道了，平白涨这么多，不合规矩。怎么不合规矩？你的手艺值这个价，好东西不该被埋没，认真做事的人也不该被亏待。多谢李老板抬举，我一定好好绣，不砸了你的招牌。是我沾你的光才对。妈妈，叔叔给的糕甜。甜。红英啊，不是嫂子说你，这阵子镇上闲话都传疯了，说你这外贸大单根本不是凭手艺拿的，是跟李老板有什么不正当关系，人家才帮你牵的线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爱说什么说什么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不当回事儿呢？嫂子是过来人，能骗你吗？你想想，人家李老板什么身份？大绸庄的老板，年轻有为，一表人才，什么样的黄花大闺女找不到？平白无故帮你这么大的忙，图什么啊？你一个离婚带孩子的，可别痴心错付，到时候名声坏了，吃亏的是你自己。要嫂子说，你也别惦记那些不切实际的了。女人家最终还是得找个老实男人过日子。我都替你打听好了，隔壁村的赵铁匠今年42，媳妇儿前年生病走了，没孩子，就想找个踏实能持家的人。虽说年纪大了点，长得糙了点，但能挣钱啊。你带妞妞过去，人家肯定什么？李老板来了，我正跟红英唠家常呢。家常？我怎么听见赵嫂子忙着给红英介绍对象，还觉得她配不上我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红英一个女人带孩子不容易，想给她找个依靠。依靠？红英自己有手艺，有事业，能赚钱，能养孩子，她自己就是自己的依靠，用不着靠谁。第一，这外贸订单是外贸公司的人慕名找上门的，看中的是红英的双面绣手艺，
跟我没多大关系。我不过是顺手帮了点小忙，比起他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名声，不值一提。以后谁再说是靠关系拿的，你可以直接告诉他，是我李明远高攀，想跟红英合作，还得看他愿不愿意。第二，我确实在追求陈红英，不是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，是我真心实意想娶她，想对她和妞妞好。我欣赏她的韧性，佩服她的本事，疼她一个人撑过来的不容易。在我李明远眼里，她独立要强，手巧心善，比任何没吃过苦的娇小姐都金贵。至于你说的那位赵铁匠，多谢费心，但就不必了。红英不用凑合，也不用将就，她值得最好的。是，李老板说的对，是我目光短浅，瞎操心了。那什么，你们忙，我先回去做饭了，账对完了，回头我再送过来。谢谢你，明远。没吓着你吧？我就是听不惯别人那么说你，你值得最好的。红英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你来做什么？我错了，红英，我知道错了。以前都是我混蛋，我懦弱，我护不住你和妞妞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我妈也知道错了，她天天在家哭，说对不起你们娘俩。你给我回去好不好？咱们复婚，以后家里什么都听你的，我一定护着你们母女俩。我知道我伤透了你的心，可妞妞不能没有爸爸呀，她还那么小，哪能没个完整的家？红英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用后半辈子补偿你们。男人知道错了就好，为了孩子凑合过吧。王向前，你站起来！我生妞妞坐月子，你妈指着我骂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护着我？你妈逼着你离婚娶别人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妞妞有没有爸爸？现在你不能生了，想起妞妞了，想起我这个前妻了。你不是想给妞妞一个家，你是想找个人给你王家当免费保姆，给你养老送终罢了。陈红英，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？我好歹是妞妞的亲爹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见她？你说，谁不让你见孩子？你谁啊？我们夫妻的事儿，轮得到你外人管？王先生，陈女士与你早就已办理离婚手续，我已经给你们厂领导发了公函，反映你离岗南下、骚扰前妻、败坏厂风的事。另外，律师函今天就会寄到你家，起诉你侵犯名誉权、扰乱经营秩序，你等着就行。你凭什么管我们的事儿？凭我是红英绣坊的合作方，凭我看不惯有人欺负她，也凭我正在追求她。她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自己当初不要老婆孩子，现在看人家有钱了又来找，人家李老板光明正大追求，比这窝囊废强100倍。又麻烦你了。说什么麻烦？新到的桑蚕丝，你上次说想绣百鸟朝凤参展，正好用得上。师傅，不好了，百鸟朝凤它坏了。丝线被换了。不是我每天锁门都检查的，钥匙我一直揣在身上，从没丢过。这谁干的？缺了大德了！后天就要送苏州征检，这可怎么办？喂，红英，是外贸的王老板，说出大事了。陈老板，外城城门口新开了一家红英绣庄，挂着你的名头卖机器绣，价格压到咱们的30%。昨天一下接走了3笔外销订单，还有好几个老客户打电话来退货，说你们以次充好，挂羊头卖狗肉。陈红英是吧？有人实名举报你私下接外贸单，账本我们要带走核查。这期间绣坊暂停接单，配合调查。这是有人故意整咱们啊！毁绣品开黑店告黑状，一步接一步，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啊！请坐。阿梅，库房钥匙，你真的从没离过手？师傅，我错了。前几天有个穿中山装的男人找我说只要我把库房里的丝线换了，就给我100块，还介绍我去外厂工作。我不知道他要毁绣品啊，我以为只是换批线用用。穿中山装的男人长什么样
30来岁，瘦高个，北方口音。红英，我查过了，仿冒店的老板是周大强，就是跟我家抢丝绸生意的那个。有人看见王向前上周去找过他，两人在茶馆待了一下午。他图什么？搞垮我们绣坊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多了，一来抢外贸订单，二来吞了红英的手艺。周大强早就想做苏绣生意，可惜没好绣娘。他帮王向前搞垮绣坊，等红英走投无路，王向前再出来复婚，等于白捡一个顶尖绣娘和一家店。这些都是小事，百鸟朝凤3天后就要送去试检，耽误了的话，红英绣坊的招牌可就砸了。天塌不下来，有我在，招牌砸不了。周大强想靠印章抢参省名额，也太小看你我了。我仓里还有3斤民国时期传下来的老桑蚕丝金线，成色比你这批好1倍，我让人连夜送过来。我知道你手快，也知道你针法绝，3天3夜我陪着你熬。这广交会的金奖本就是你应得的，谁也抢不走。所有人分2班，分线、上绷、打底同步开工。这版百鸟朝凤，我们不仅要赶出来，还要比原先的更出彩。是。把仓里3斤老桑丝金线连夜送过来。各位，这是冒用他人字号，以机器绣冒充手工欺诈消费者，但这2条足够你关门。再加买通员工损毁绣品、恶意诬告，这些证据我们都已固定。是私了赔礼道歉，还是咱们换个地方慢慢算？跟我说没用，你该去求陈老板。不过他现在没空见你，他正忙着赶广交会的参小作品。辛苦了。你也熬了2晚，怎么不去歇着？比我见过的所有的明宗宗都好，这次的金奖非你莫属。红英，你是真本事，果然女人靠自己才是用道理。红英啊，老师说妞妞让她爸爸接走了，说是带她吃顿饭。别慌，我早安排了人在学校附近盯着，妞妞不会有事的。红英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明天我就回去了，以后说不定再也不来了，就想陪妞妞吃顿饭。叔带我吃馄饨，香香的。王向前，谁准你私自接她出来的？你跟我说过一声吗？红英，我做了太多错事，明天一早就坐火车走。我就是想看孩子一眼，我就想带她吃碗热馄饨，吃完就给她送回去了。这里有50块钱，是我身上仅剩的了，给妞妞买点糖，买件新衣裳。我这个当爹的没尽过1天责，就当是我一点心意。钱你拿回去，妞妞的吃穿用宿，她妈妈负担得起，用不着你这点心意。这次你私自带孩子出来，念在你是生父且没有恶意，我们不追究。但你记住，你自己放弃了妞妞，往后再想见孩子，必须提前征得红英同意，走正规路子。再像今天这样私自接人，就不是几句话能了结的了。我知道了。王向前，你我夫妻一场，走到今天这步都是你自己选的。你懦弱躲事的时候，跟外人联手毁我心血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妞妞是我女儿，我会把她教得明事理，知对错。她长大了要是问起爸爸，我不会瞒着她，但她愿不愿意见你，都由她自己说了算，我不拦也不劝。妞妞吃饱了吗？叔叔带你去买桂花糕好不好？好。今天多亏你了，我刚才真的慌了，怕他。他这人懦弱归懦弱，还没那个胆子伤孩子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多盯着点儿，你和妞妞才能安稳。师公。红英，我母亲知道了我们的事，
这1、2天可能就来了。早晚会有这一天的。这是李老板的母亲来了吧？换谁家能接受儿子找个离婚带孩子的？您是来选绣品的吗？你就是陈红英。您是李明远的母亲吧？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也该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。知道。您是觉得我配不上您儿子？哼，既然知道，那你也该明白，我们李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。李夫人，我明白您的顾虑。第一，我从没主动攀附过李老板，我靠自己的手艺养女儿撑门面，既不欠谁的，也不需要靠谁抬举。第二，我离过婚，带着妞妞，这是事实，我从不觉得丢人。第三，我知道您疼儿子，但我陈红英跟李明远在一起，只会是他的帮手，不会是他的累赘。我找的是并肩过日子的人，不是长期饭票。妈，您怎么一坑就过来了？有什么事您先跟我说，别惊扰了红音。我要是提前跟你打招呼，还能看见这么些真东西？明远，你不必这么紧张。我今天过来，原是听了些闲话，心里存了疙瘩，想来看看清楚。现在看过了，也聊过了，是我先前偏听偏信，带着偏见看人了。你方才说的话，我都看在眼里。独立自强，不卑不亢，一手绣艺更是拔尖。这样的姑娘，别说离过婚带着孩子，就是再难的境遇，也照样能把日子过成花。李夫人言重了，您是长辈，顾虑也是人之常心，我能理解。什么理解不理解的，是我格局小了。倒是这手针法真是地道，我年轻时候也跟着家里长辈学过几年苏绣，只可惜没长性，半途而废了。看你绣的东西，针脚齐，丝有准，水墨意境都绣进丝线里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功夫。臭小子，你眼光倒是不差，没被那些花里胡哨的迷了眼，知道挑个真本事的人。从前我总以为女人只能依靠别人才能活下去，直到跌过跟头才明白，靠自己的双手也能撑起一片天。遇见你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2个人并肩前行会这般温暖。红英，我是你的依靠，亦是和你同行的人。你的绣庄，你的手艺，你的一切都永远属于你。我只想陪着你，陪着妞妞，把往后的日子过得热热闹闹，安稳顺遂。明远，谢谢你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谢谢你愿意打开心门接纳我。往后流年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一家人相守相伴，岁岁年年平安喜乐。